朋友們，大家好！我已經回到德國1個禮拜了。今天我出来走一走，在德國有非常嚴重的花粉過敏症，甚至我在家呀都戴着口罩，晚上睡覺也戴着，否則非常難受。今天呢出來看一看啊，等一下吧，我到別的地方去吧，到那个主街去拍一拍德國這個車輛啊的電動車到底有多少？因為從中國返回德國之後，我發現2個國家最大的不同，那就是電動車的比例。德國電動車的比例特別的低。朋友們，現在我用這個智能眼鏡啊，一邊走一邊拍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街邊啊，這個德國的汽車絕大部分呢都是那個燃油車，汽油或者是柴油。幾乎沒有電動車，在德國電動車不好認，因為它牌照與中國不一樣。中國一看綠色的就是新能源車，對不對？但德國沒有這樣，它只是在那個車牌的最後一個加個字母，最後那一位加個字母 E，E 呢就是電的那個第一個字母，所以你看的話才知道。比如說剛才這個奔馳，它就是個電動車。在前面的時候，我看見一輛特斯拉也是電動車，只看見2輛。肉眼可見，我認為啊，德國電動車的比例在街上跑的大概2%、3%左右，而相對在中國的城市，特別是大城市，比如說南方大城市，可能目前在街上跑那個電動車的比例應該超過50%了吧。然後在我們小縣城啊，我們農村可能大概1%到1.5%左右。也就是說，平均的話，相當於德國的10倍左右啊，中國的電動車比例，這就是差別。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？我認為有幾個因素，我一邊走就一邊說。第一個因素，那就是德國沒有中國這種垂直的產業鏈的整合，沒有這個能力，沒有這個技術。德國呢，沒有礦產，對吧？中國很早以前就那個搞定了。在全世界搞定了礦產資源，比如說那個鋰電池的礦呀，自己採礦、自己提煉，還有那個電池的技術，以及現在這個電機的技術等等。但是呢，德國是沒有的。德國就是有傳統燃油車的造車技術，但是呢，這是2個不同的賽道，對吧？就像我們說的一個很好的例子，那就像智能手機和原來功能機的區別。好了，我們再看看這是一個我們這個市呢最繁忙的一條大道之一啊。我現在給大家看看吧。最後一個字母 E 的啊，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見到一輛。這有一輛了，這是特斯拉，還沒有其他的第2輛。你看過了多少輛？大家可以數一數。那又有一輛。第2輛了，現在我站在這裡呢，看見第2輛了，這個電動車，啊，現在沒了。那麼久看見第2輛，現在又有車這樣過來了。好了，那我們接着往前走。剛才說到了，就是中國有垂直那個整合的技術，而德國是沒有的。第2個，在德國，因為各種原因嘛，車的價格特別高，電動車的價格特別高。比如說，這次我回家，我們家就有人買了電動車，是比亞迪的，可以說是中端、低端吧。人民幣大概是9萬多，拿到手9萬6左右。同樣的這個配置啊，我在德國看了，德國大概是22萬左右，中國是9萬多，德國是22萬，這也是比較便宜的一款啊，貴的更貴啊。那麼，如果是同是中國品牌，德國的價格大概是中國的平均，我認為2.5倍左右，2.5倍，有的可能是2倍，有的3倍，平均2.5倍。第一個是整合能力沒有，對吧？垂直整合能力沒有。第2個呢是價格的巨大差別，還有第3個，我認為也是個巨大的因素，那就是中國充電的費用，電費呢也比德國低很多。比如說，在中國，我聽說有的城市呢有古電，或者我們農村的一直啊20年來，那個電費沒變，每度電是5毛3還是5毛4，在充電樁，在我們老家我看一般是8毛6一度電，
聽說有1塊錢的，我不知道，在中國有1塊錢的嗎？反正我不知道。也就是最便宜可能是2毛多1度，最貴的是1塊錢左右。平均咱們說充電的話，6、7毛，對不对？那在德國呢？在德國，如果是有的人家裡有充電樁，一般可能要3毛左右，歐元的3毛啊。那麼最貴的我看了啊，最貴的是1歐元左右。以前充過2次，我因為租過2次電動車在德國，我充的是7毛9，再加上其他这樣那樣的費用，大概是8毛多，也就是我充電的費用大概是6塊多人民幣1度電，而在中國就是6、7毛，也就是說從充電來說，德國大概是中國的8到10倍，朋友們，8到10倍啊，這是巨大的價格差，又加上現在電費啊，能源更貴了啊，所以。如果你開電動車，從出行方面沒有節約什麼成本，加上買車的費用比燃油車更高，所以呢，德國人沒有錢去買，也沒有那個動力去買，沒有那個動機，對吧？因為對他來說沒什麼好處。還有一個充電基礎設施，也是我自己的經歷啊，我只能從我自己的經歷來說，我不是說了嗎？在德國租過2次中國電動車來開。然後呢，在高速公路還有在市區，我都快充過。特別是在高速公路的時候，有那個里程焦慮，因為畢竟那個電動車上高速的時候，它那個里程啊會大打折扣。比如說，它那個官方的數據可能是450公里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跑高速，跑110、120左右，然後呢，可能只能夠達到給出的里程60%左右。那也就是200、300公里，那就完蛋了。然後呢，還有15%左右，那電還有15%左右，那就特別的焦慮。然後呢，就得去找附近的充電樁。其中我經歷過這樣一次，還有12.5%的時候，我們終於達到一個充電樁那裡了。但是啊，朋友們，當我到達那裡的時候，發生了什麼？那唯二的2個充電樁不工作。真的不工作，那裡寫上對不起，技術問題不工作。那現在怎麼辦？你充不到電，然後呢，就特別着急啊，焦急的在找附近還有什麼充電樁。最後呢，我們又開了可能20、30公里，到另外一個地方有充電樁的地方，那個充電樁，其中有一個也不工作。你們想想看，我那時的心情是怎麼樣？後來終於找到這個充電樁了，能夠充上電了。才舒了一口氣，這是我遇到的情況啊，就是在德國經常有這種充電樁，但是呢，它不工作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，而且德國人的辦事效率呢非常非常的差，非常慢，所以在德國這個基礎設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再加上德國的充電樁，它的密度、它的數量沒有中國多。所以，這我認為啊，充電基礎設施也是個很大的問題了啊。3個大的問題，一個是這個產業鏈的整合，德國沒有那個資源，沒有那個技術，還有買車的成本很高，還有第3個呢，充電基礎設施也不行。朋友們，現在我在的是我們這個市的毒品一條街，這是政府官方發放毒品的機構，右邊這裡就這個機構，這個是安保人員，進裡面去的一般都是癮君子啊。這個女的每次我來都見到她坐在這裡，應該是個癮君子了。官方啊，朋友們，官方發放注射器啊這種東西，然後讓你在裡面注射完了之後，讓你在裡面休息一下。沒有問題之後呢，你才可以走。目前呢，德國很多城市都有這樣的機構，不光光是我們這裡啊，比如說在法蘭克福也有，一般都是在市中心。我相信呢，這條街今後它的房地產的價格肯定會損失很多啊。朋友們，你看那個人背着背包，那個年輕人，他可能會進去吧，對不對？從外表看，可能就是20多歲。還有前面我這裡啊，這幾個人也是吸毒的，我就不敢太靠近，因為怕他們對我攻擊。
你看他們坐在地上的，好吧，我從他們旁邊過去吧，確實太危險了。他們以為我也是癮君子吧？還有對面那個是安保人員。大家看，這是我們科隆市中心最好的地段之一，但是就是這樣一幅景象。所以呢，我很多次在我的視頻當中說了，就是像德國這種西方國家，確實是江河日下呀，世風日下，毒品合法化。這種重毒品它還允許你吸。告訴大家不信啊，去夜店 disco 那種，甚至在裡面公開有叫賣毒品的，問你要不要，各種那個毒品啊，不是那種大麻啊，而是比大麻更毒的東西，就公開叫賣，根本沒有問題。在德國這種國家，想吸毒，它的門檻是非常低的，你隨時就可以搞得到，不用你費任何的力量，有錢就行了。所以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啊，朋友們。然後我還那個穿插另外一點，這次我回國呢，有一個上海的朋友，他外派到德國幾年，然後呢，應該是2025年回國去了。他自己在上海應該沒有開過電動車，所以呢，這次到我的老家，然後我自己呢沒有中國的駕照，我們家呢有這個電動車新買的。然後我問他你能不能開車，他說可以，然後他就開了我們家的電動車。一個上海大都市的人到我們廣西農村開中國電動車，他告訴我他是第一次開電動車，他說感覺特別的好，9萬多塊錢10萬塊錢不到的車，他覺得啊，從整個駕駛的感受啊，還有裡面的內飾來說，他說真的非常的豪華。我就覺得很有意思，對吧？一個大上海的人到我們廣西農村第一次體驗那個開中國電動車，而且他的感覺特別的驚喜。我們桂林工程的千里江山圖啊，今天來這裡值得嗎？太值，值得哈，太值了。這個跟陽朔的那個有的一拼了啊！對，千里江山圖。如果放無人機這樣飛過去，肯定更好看啊！現在往回家，看看我們的千里江山。在車裡現在啊，哇，好漂亮啊！我們的司機，Hello，太爽了！比亞迪的小车，喜歡比亞迪嗎？喜歡。小迪，9萬塊，感覺就像開了個20幾萬的，在歐洲爆紅。嗯。不管是在德國還是在中國，有很多人唱衰抹黑電動車的人，他們可能大部分人呢本身沒有開過電動車，根本不知道電動車駕駛到底是怎麼樣一種感受，然後呢也不知道電動出行有多麼的方便，有多麼的便宜，故意說有里程焦慮等等怎麼樣，其實呢他本身他真的沒有開過電動車。而德國這方面唱衰電動車的人，我認為的比例要比中國多得多。一個是他們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電動車這個攻勢啊，他們本身很難接受，因為昔日他們看不起那個中國，他們認為不會造車的中國，現在竟然造的電動車比德國還要好，而且德國很多方面不得不依賴中國的技術，比如說那個電池，對吧？什麼寧德時代呀、比亞迪的刀片電池等等，德國是沒有的。他們不得不像奔馳、寶馬啊，什麼所有德國的品牌都得從中國进口這個電池。還有比如說奧迪，甚至呢直接使用應該是華為的，還是那個奔馳使用華為的那個駕駛系統吧？這個軟件也是華為的。所以你看，他們就是很多人那麼高傲的德國人，曾經不可一世的看不起中國那個車輛的德國人，突然之間他們不得不依靠中國的這種車的技術，你們說他們難道能夠這樣輕易接受嗎？所以呢，他們出於一種羨慕嫉妒恨這心理呢，來抹黑中國電動車，來唱衰中國電動車。這個呢，我覺得我能夠理解，你唱衰
就不等於你的德國車自然就會變好，對不對？甚至呢，如果你排斥中國電動車，會讓你的生活品質下降，你要花更多的錢買更貴的，可能品質呢還不如中國的電動車。我又來到這個櫻花園這裡，現在差不多謝了，所以地上呢有一片一片的這種花瓣。如果風一吹，可能下着花瓣雨，應該可能比較浪漫吧。但是目前沒有。這裡有一些鴿子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德國不少人他們喜歡騎自行車，因為德國沒有中國那個電動技術那麼發達。花瓣雨還沒有來，花瓣雨啊，花瓣雨！你們想想看，如果你與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牽手在這裡，慢慢的向前走着，這畫面多麼的浪漫呀！啊，剛才我看見有花瓣雨，我搖一下看看會不會下雨。有2朵下來，好吧，我們從這裡出去，前面呢就是那個毒品一條街。真的，當我應該是去年吧，我經過這裡的時候，看見那麼多癮君子在這裡，讓我大吃一驚，真的特別特別的震驚。因為這是科隆最繁華的一個街區之一，應該是最繁華的。我認為，在科隆久居的人知道啊，這叫 Neumarkt。這裡呢就是科隆人氣最高的一個地方啊！你看那裡就毒品一條街，然後前面就癮君子了。真的想不到德國會變成這樣子，這個人肯定是癮君子，那個也是。從他走路的姿勢你就知道，有點像那個喪屍一樣的。然後前面那2個人也應該是。這種車在德國特別貴，你別看它，可能要5000歐元呢，可能要人民幣4萬塊錢。這種4萬塊錢一輛，在中國就可以買一輛比較好的50了啊，50 4輪的真正的電動車，這個他人騎的要4萬塊錢，這就是在德國的歐元的購買力啊。好的，朋友們，那今天說的中國電動車與德國電動車的對比呢，就說到這裡。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呢，就在下面踴躍發言啊。那今天我們就到這裡，感謝各位，我們下期見。